我现在手里还有2批军火，我可以送给你们1批。我金宇轩知恩图报，最主要不想欠你的。你拿了军火，咱们2清。看来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！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你回公安局以后，我会打电话把军火坐标告诉你。 闹了半天，你还不是自己来的呀？我高看你了。人不是我叫来的，不是你叫来的。你可以呀你！满嘴的仁义道德，拿我女儿当幌子，背后给我使阴招。我说过，人不是我叫来的。你是局长，你不下命令，他们敢出兵？你骗谁？我告诉你，程强，我今天看在我女儿面上，我可以放过你。但是你手下的这些兵。 我今天绝放不了他们！给我站了，关了，等一等。金轩，我想你不会当着你女儿的面儿杀死那么多警察吧？嗯。后会有期。 撤！快点！快，再快点！都跟上！跟上！快！ 局长，你没事吧？金轩人呢？敌人！谁让你们来的？不是，主要是我们觉得您一个在这儿，实在是太危险，我们担心您的安全。我担心的不是我的安全，而是你们的安全。 此时，宋红玲、杨景修都相信程强跟金宇轩见过面了，金陵已经交到了金宇轩手里，而程强已经拿到了军火坐标。两个人都在思考着下面应该怎么办。局长，我再次检讨。你把嘴给我闭上！之前怎么跟你们讲的？ 为什么就是不听？
这样，来，你们都坐下。老赵，我愿意在全局大会上做深刻的检讨。是这样，我问你啊，哈尔滨市有多少万人？之前做过统计，一共有70万人。准确吗？加上南来北往的，怎么也得75万。哎，局长，现在那姓金的带着孩子不好藏身，咱顺势给他挖出来吧。你现在肯定找不到他，弄不好，他着急把军火卖给国民党，我们就更麻烦了。那局长，您是不是想把哈尔滨每个人的身份都摸清楚了呢？哈尔滨有70多万人呢，你就是挨家挨户的查，你也得查个3、5年吧，来得及吗？这个事儿呢，由侦缉队去办呢，第一太显眼，第二呢，我觉得他们人手也不够。其实除了抓金宇轩呢，我们本应该对哈尔滨的市民做一个全面的了解。全城这么多人怎么查呀？怎么也得想个办法吧。我倒是以前在书上看过，苏联曾经搞过全国的户籍制度，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登记。其实不仅是苏联，咱们自古以来就有，只不过这几十年呢，战乱频繁，所以户籍制度呢就给荒废了。我明白了，您是想挨家挨户的登记在册，这个好，这不光是金宇轩，就连那些国民党的特务也能顺藤摸瓜。哎呦，赵副局长，顺啥藤摸啥瓜呀？这要真查着，他得猴年马月了。这真查着了，人家也跑了。金宇轩没拿到钱，他是不会离开哈尔滨的。我看这个事儿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咱们从各部门抽调人手，咱们成立一个户籍科。这户籍科主要的任务呢，有那么几点。第一点，就向哈尔滨的市民宣传，登记户籍是他们的主要的义务。第二点呢，我认为户籍科还应该详细的调查每一个家庭的人数、性别以及他们从哪里来。户籍登记呢，是为了政府掌握情况，将来好安排社会生产啊、社会救济啊什么的，对你有好处啊。啊，您好，你好，你们家有几口人？6口啊，请把您的出生年月告诉我一下。户籍制度就这样率先在哈尔滨建立起来了，此后成为全国各解放区的统一制度，几经变化，一直保留到今天。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，户籍制度在客观上都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保障和便利。程强啊，这次户籍调查是做了一件大事啊。是啊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对哈尔滨的管理就会更加有成效。怎么，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我啊，没有。不过这次户籍调查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你是说金宇轩吧？是啊，还有那些特务，一个都没露头，隐藏够深的。藏得再深，要出来喘口气。你要有耐心。要有耐心。要有耐心。可是我呀，一想到前线牺牲的战士，着急。我看你啊，是从阿中山回来以后，肯定也没好好休息。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书记，我没事儿，好着呢。共军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军火的坐标，我们的机会不多了，但是只要有一线机会，我们就不能放弃。共军一定会尽快起运军火，要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尽快找到共军保存军火的地点，或者起运军火的计划、目标和路线，不能放掉任何蛛丝马迹。到了最后关头，宁可跟他们血拼，也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哪怕拼光整个滨江组。各位放心，
真到了最后关头，我宋红玲一定第一个杀身成仁。3个人一死，在公安局巡逻警察以及城墙活动的范围地点盯梢。如果真的发现情况，可以不用汇报，采取一切阻止他们的行动。具体分工由张立人指派，报我备案。是。分头开始行动吧。宋长官，共党人多，恐怕我们所有人都集合了，这结果也会和上次一样。放心，我会电报南京，请求支援。你先做好盯梢的工作吧。是。你刚才跟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军中无戏言，绝密，总部，毛局长亲收。行动进展不利，共党哈尔滨公安局很有可能已获得一批板垣军火坐标，恐已起获军火。为完成原目标，请特派相当兵力之武装部队，迅即穿插至滨城增援，以图强行夺取。有什么事啊？这次可能真的要动手了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在工作上一直都有准备。我说的是面对城墙。你说，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，很快就会图穷匕现。我是怕你不愿意跟他撕破脸。我有心理准备。心理准备，什么样的心理准备？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个回答过于含糊，但事实就是，他真的不知道，等到需要跟城墙摊牌的时候，自己该怎么办。他想，只有离开哈尔滨，他才能获得解脱。大餐啊呀呀呀呀呀呀！太凶了。八大餐啊呀呀呀呀呀！这个还凶。这凶了。哎呦，我是公安局。爸爸想问问您家几口人？我们家6口人。来登记一下。都是本地人吗？对，都是本地人。小莲，到里屋去。爸爸跟你说，待会儿外头有什么动静，你都不能出声，听见了吗？啊。去。谁呀？怎么回事？共产党开始排查了。都是本地的。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。问一下，你们家几口人啊？谁？你好，姑娘。我房东啊。金先生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侯爷，
楼下的公安局来查户口。你看我怎么回他们？金先生，你就说楼上住的都是你的亲戚。这恐怕不行，他们都查到祖上3代了，说亲戚恐怕蒙不过去。我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兄弟脾气比较暴。金先生，帮个忙，我相信你能把话说好。好，那我下去试试，这几句瞎话，兴许能蒙过去。对了，你们呀，赶快再找个地方吧，我这真蒙不了多长时间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哥，就这种人吓唬吓唬就听话了。哎呀，拿钱能办到的事儿，非得舞枪弄棒，万一被下面发现了怎么办？对，反正这个事儿跟他也有关系，这不安全了。要不我们就住这儿吧？不安全。一个能为钱撒谎的人靠不住，我们必须马上办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我出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租房子的。现在共产党闹这么凶，不会有人把房子租给陌生人的。程强真是非逼着我露面不可呀！我有个大姑，她有个院儿，我这个大姑脑瓜子一天迷迷糊糊的，她对我们做这些根本就不懂。要不我们去她那儿住？行，那我下午去联系。来不及了。等下面人撤了，我们马上办。好，去收拾。这几天，他们都在忙着查人口。刚才另外几组汇报上来也是这样，好像没有运输军火的打算。这不可能啊！他们前线那么紧张，怎么还有闲心思做这种事呢？是有些奇怪。你好，宋小姐。金雪，我们可以继续交易了。金先生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！你都已经跟共产党完成交易了，还想找我们？你这是想一家货卖2家人吗？我是跟程局长见过面，他只是把我的女儿还给了我，我们之间并没有进行交易。我记得，你跟共产党也没那么深的交情吧？宋小姐，你这可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真的没有交易？货还在我这儿，你们想要吗？我相信你。怎么交易？我给你5天的时间，准备好360根金条。5天之后，我会通知你们交易的时间和地点。红明，你怎么那么单纯呢？这明摆着是在骗你。我相信他说的话。程强是会做出这种事。这么重要的人质啊，就这么给人送回去了，除非他是个傻子。你不了解他，他有时候就是个傻子。我绝不相信。别讨论这个了，我有把握，程强没有拿孩子换情报，情报还在金宇轩那儿。我们该想的是下一步要怎么做。好，好，他们我谁都不信，我就相信你。
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一定是件好事儿，总比我们明刀明枪的去抢军火好。不过，这360根金条是个麻烦事儿。叔，您这干嘛呢？打算回家种地呀。种地？叔，我没听错吧？叔，跟着土了咖够一辈子，多窝心呐！窝心也比提心吊胆强。叔，在这儿，您好歹是个山大王，这方圆几十里都得给您个面子。您何苦非得回去当个农民呢？在这儿，您是这个，回去，这个。山大王，当面叫我赵老大，背后头叫我赵溜子，这面子不要也罢。白露啊，我看你也跟叔回去算了，叔给你说门亲事，早点生个娃，安安生生的过一辈子，多好啊！好什么好？当初我拼了命的跑出来，就不可能再回去过那苦日子了。行，你爱在哪儿在哪儿，啊！空了记得回来看看叔，叔给你烧苞米吃。叔，你真要走啊？那还干啥呀？你这样走了，我去哪儿啊？我被公安局教育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放出来了，我真无处可去了。别说叔待你太薄啊，这是寨子啊，就送给你了。叔，嚯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？你来看一下，你觉得这些能换多少金条？把你7大姑8大姨的给你准备的嫁妆都拿出来了，这不值钱。你不如啊，弄个10车大米5车白糖的，那值钱。大小姐，找您的电话。不会是金宇轩要提前交易吧？去看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红玲，都这么晚了，还要去哪儿啊？爸，秦校长变得很严重，住在咱们医院了，我得去看一下。那就不能明天白天再去吗？我送你去吧。你在家陪陪爸爸。不用，我不用陪。大老晚的不安全，锦绣，你陪他去。宋医生、杨先生，秦校长的病情怎么样？基本上已经确诊是肝部的病变，可能时日不多了。我明白了，我进去看看他。陈局长已经在里面了。那我就不进去了。啊，红亮，校长，红玲来看你了。校长，我刚刚才知道您住院了。有心了。校长，别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红玲，我先出去，别让他激动。杨先生，程局长，你也来了。
我在哈尔滨教书50多年了，从满清私塾到民国中学，世事分明，沧海桑田。日本人、苏俄人、国民党、共产党来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来了，受苦的都是百姓啊！校长，我的时日无多了，今天你来了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您说。你们宋家在哈尔滨是举足轻重，你们的作为能影响世道人心。你父亲是个正人君子，但他的格局也就是个商人。总有一天，宋家会交给你，你的格局比他大才行啊！不管时局如何变化，不管将来谁来当政，记住，只要为了百姓好的事儿，就要去做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红玲啊，我上次见你，就能感觉到你心里有许多纠缠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只知道你有些事情看不清楚，看清楚了想不明白。没关系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会想明白的。记住我的一句话，往前走，别害怕啊！老爷，要不要早点歇息啊？再等等，你先歇着吧。喂，我是宋博洋。宋先生，您好，不知道您现在是否有空啊？我想跟您见一面。你谁呀？我是谁，并不重要。胡闹！我为什么要和你见面？因为我知道您女婿杨景修的真实身份。以后这种无聊的电话少打，敲诈勒索我见得多了。宋先生，您要是不肯见我，那我就只好去找公安局了。1个小时后，卡秋莎咖啡馆，带上2根金条。老爷，你还出门啊？哎，
有个老朋友病重，我得去看看。我安排车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叫好车了。怎么不进去？我怕里面人太多，影响秦校长休息。程局长能在百忙之中还来抽看一个落魄的老人，真是可敬可佩呀。秦先生呢，在哈尔滨德高望重，这些都是应该的。原来你们共产党也讲这种伦理纲常吗？哦，你们共产党？听这话，好像杨先生是国民党。给你开句玩笑。你呀，不是很了解我们共产党，也怪我们，平时对自己的宣传也不够。对了，我听说啊，这个公安局最近在搞什么户籍调查？是啊，消息很灵通啊。哎，我就是好奇。我在想，公安局的职责应该是维持社会治安，怎么这么忙还能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？杨先生，这些啊，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要想长久的治国、安邦立业，哎，这大事小事，公安局都得管。老话说得好啊，众人拾柴，火焰高嘛。看来程先生对贵党长期占据哈尔滨有足够的信心呢。是。老人家病情怎么样？没有别的办法吧？那你们先回吧，我再陪陪他。小姐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宋先生，我是个买卖人，这见不着钱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小姐要的价钱，我宋某是出得起的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咱们没必要在这儿继续聊下去。哎，宋先生，宋先生，您误会了。您是哈尔滨的大名人，商界的风云人物，这一跺脚啊，哈尔滨城都得震一震。我怎么敢不相信您呢？请坐。宋先生，您女婿杨景修先生是国民党特务。他上二龙山那天，我也在场。二龙山，宋先生，我这事儿可是先说给您听了，您可千万别，我跟谁都没说，我就是个弱女子，您不会耍我吧？您可别。都给我的。宋先生，你可真大方。小姐，双倍的价钱，我宋某给的痛快，我也希望你能够。我明白，这事儿我谁都不会说的。我要是说了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宋先生，小姐，你刚才说了你是买卖人，买卖人最讲究诚信，我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宋先生慢走啊！
以后有机会要多合作啊。秦子谷校长对宋红玲说的话，使他心底一直不能平静。那是远方隐隐约约的一团光亮，他看不清，也没有足够的力气走向它。这种感觉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对杨景修解释。或许，就算解释了，杨景修也不会理解。爸，你还没休息啊？回来了。金校长怎么样？不怎么好。红玲，跟我到书房来一下。红玲啊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明天早晨8点钟的火车离开哈尔滨。爸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完成任务，我马上就走。不能等任务完成了，赶紧走。为什么？有人知道景修的真实身份了。谁？就没必要再问是谁了。红玲啊，我知道你们军统的处置手段。我不想把事情再闹大。爸，您既然知道我们军统的手段，那肯定也知道，无故放弃任务是会受到处置的。您再给我3天时间，3天之后完成任务，我一定走。好，就3天。